在5月27日晚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然下跌了500个基点，于是网友们七嘴八舌的讨论，有的说要去购买美元债券，有的说要投资港股。其实早在2014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，还曾经掀起过一股中国大妈抢购黄金的热潮，看得我们买手机都要分期的80后惊呼：原来我的妈妈这么有钱。那么出现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？要知道，汇率和通胀率其实是一对情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汇率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兑换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兑换比例，通胀率是物价水平的上升幅度。当通胀率上升时，我们国家的物价高，我想做买卖不赔钱，我是不是就要进口一些便宜的原材料？进口就会增加，同理，我们的出口就会减少。这个时候，我拿着这个国家的货币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用？因为他们的东西太贵了。一样的东西我进贵的，是不是就亏了？所以国际上对这种货币的需求量少了，这种货币就会贬值。也就是说，汇率上升，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；汇率下跌，通货膨胀率就会升高。所以老百姓们为了抵御通货膨胀，就开始研究各种避险措施。就在中国大妈事件发生时，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5.53%，英镑7.62%，日元15.56%，欧元23.03%，澳大利亚23.85%，加拿大24.03%，俄罗斯卢布贬值最多98.92%。因此可以看得出来，全世界的货币针对美元都在贬值，人民币贬值是最少的，所以堪称世界次强货币。从1979年到1985年期间，美元暴涨了54%，结果大宗物资价格因为美元上涨而暴跌，石油从30美元暴跌到10美元一桶，这些能源出口国卖油的收入大幅减少。这个时候，美国又调高利率21.5%，使得这些国家卖油的收入不但减少，还还不起外债。所以，其实针对美元贬值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俄罗斯。那么，投资黄金是不是真的能抵御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呢？长期投资黄金是没有意义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黄金是被操控的投资品种，在华尔街的操控之下，1998年在世界范围内弥漫着一股黄金无用论，就连股神巴菲特都说：“我不知道那时黄金价值几何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就是在这期间，黄金没有什么实际用途，它只会静静地待在那儿。”那时候，各国中央银行行长聚在一起商量着怎么才能把黄金卖出去。当时，包括各国矿山的矿主都相信10年黄金变成铜。当黄金价格从1980年的每盎司800多美元跌到1999年、2001年的每盎司250多美元，华尔街的国际金融炒家开始暗中吃货。到了2001年，黄金无用论突然消失了，黄金进入了历史上第2个大牛市。因此，投资黄金最好的时机是在2001年之后。但是，黄金走势之所以好，是因为黄金在2001年的时候被华尔街打到了谷底，绝对不是因为黄金是什么了不起的投资品种。而且，世界经济迟早会走出谷底，未来还会是纸币的天下，黄金的价值将大规模缩水。此外，从连续20几年的数据来看，金价的增长速度很慢，仅比通货膨胀率稍微高一点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最好的投资方式绝对不是买黄金，更不是买那种带加工费、设计费的实物黄金。最优的策略是买黄金和美元的对冲，就是买100块的黄金和100块的美元。这是什么原理呢？美国政府养了一群人，这其中就包括高盛、摩根等华尔街的公司，他们又叫做国际金融资本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金融炒家。政府养他们做什么呢？狙击黄金就是目的之一。如果美国面临经济萧条怎么办？要维持强势的美元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我欠你100块，但是我最近做生意赔了，你怕我变成穷光蛋，肯定是着急要我还钱。但是如果我欠你的钱在慢慢的涨价，你想多赚点利息，是不是就没那么着急要我还了？所以就是要涨价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大家都去投资黄金，美元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涨价了呢？所以黄金就一定要跌。怎么让黄金下跌呢？命令他圈养的这些国际金融炒家大量卖出，而且是在期货市场上卖出。
也就是向金融机构借出黄金，以今天100元的价格卖掉，明天价格跌到70，再买回黄金还给该机构，赚这30块钱的差价。这些国际金融炒家就在期货市场上买入或者卖出，半年或者几个月之后交割，利用时间差来打压黄金价格。为了保证资金都流入美元市场而不去黄金市场，美国政府一声令下，这些国际金融炒家就在黄金市场上大量抛售卖空期货，所以美元涨，黄金就会跌，两者之间就可以形成对冲。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，什么情况呢？要知道，美国的保险公司大部分资金都在股市里，一旦美国的道琼斯指数跌穿8000点，他们就将资不抵债，破产清算，后果有多严重？这个时候，美国就要拿大量的资金出来救市。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呢？除了印钞票以外，就只有借。美国想要借钱，是不是要汇率升值才好借？要还钱的话，是不是要贬值才还得上？所以美元升值，因为他们想借钱。这个时候打压黄金的价格已经没有用了，因为黄金的需求量太大了，所以政府对国际金融炒家的指令就不再是做空了，而是在期货市场上购买黄金，使得金价在短期之内大幅抬高，进一步造成黄金投资者的恐慌。于是更多的投资者就会进入黄金市场抢购黄金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欧洲人如果想要买黄金，就要抛欧元买美元再买黄金，于是造成了欧元跌美元涨黄金涨的局面，进而让美元成为真正的避险货币。所以今年不要再去抢购实物黄金了，长期储蓄实物黄金更是没有什么意义，它的价格是国际金融炒家操控的，还不如买2本书储蓄一些知识，或者重点关注一下我国即将发行的抗疫国债来得更加有益。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早晚都会过去。我是裴嘟嘟，每天和我一起长姿势。